赵露思蹲在猫爬架旁拍照，不小心晒出了豪宅内部网红打卡的地方。赵露思是网友们公认的初恋少女，她经常晒出自己的日常生活照片给粉丝看，每次看到赵露思的新写真都会很激动。这次她直接蹲在猫爬架旁边拍照，一眼就看出她是个爱猫人士。赵露思平时都是那么的温柔甜美，喜欢猫也很正常。看到她为猫咪准备的猫爬架后，网友们都觉得赵露思家里的猫咪一定很幸福。照片拍摄时，赵露思留着一头黑色长发，蹲在猫爬架旁边的蓝色沙发上，而她身后的猫爬架是杏色，一共3层。这简直就是猫的豪宅。可谁注意到赵露思在拍照的时候，不小心把她家的内景给曝光了。看到赵露思家的装修，网友们都觉得这简直就是女生心中最喜欢的豪宅。看着窗外，赵露思住在顶楼，很舒服。赵露思是初恋中的少女，她的房间也和初恋很像。除了3楼豪华的猫爬架，赵露思家的落地窗边还有2个猫砂盆，客厅里还有一个很高档的猫饮水器。现在猫比人类活得舒服，真是让人羡慕。当赵露思拿着手机对着镜子自拍的时候，细心的网友还发现她家的装修不仅豪华，而且非常清新。特别是客厅里挂着3幅绿野仙踪的画，落地窗的窗帘也是绿野仙踪的图案。真没想到赵露思把她的宅邸布置得这么可爱，她家真的很适合拍照，简直就是网红聚集地。不仅有网红最爱的绿野仙踪背景，还有很多可爱的猫咪饰品。这里的环境真的很适合拍照。赵露思的家如果是景点，那绝对会成为网红的聚集地。相信很多妹子都会喜欢在这样清新美丽的环境下自拍，难怪赵露思每次都能拍出那么美的照片。她家的装修很适合女生自拍，无论是站在落地窗前，还是站在高大的猫爬架前，照片都像是网络图片。赵露思在家里的沙发上躺着的时候，也能发现自己的沙发被白色的棉麻包裹着，像个公主的小沙发，旁边还有很多可爱的玩具，随身带一个，随便拍照也不错。网红风范，赵露思真的不是一个随便的女孩，她不仅喜欢猫，还喜欢很多可爱的元素。她很有创意，把自己的家装修成网红聚集地。作为一个女孩，她可以住在这么漂亮的家里，每天早上醒来时，您都会感到快乐。你喜欢赵露思豪宅里的装修吗？吴磊 X 赵露思，虞书欣 X 王鹤棣，剧集宣传如何让荧幕 CP 营销出圈。这个夏天，傀儡里的 CP 格外出圈。截至8月25日，由吴磊、赵露思主演的《全明星》CP 超华无路灿托粉丝已突破30万。苍兰诀播出后，王鹤棣和虞书欣主演的 CP 地心引力在抖音、微博、快手等平台走红。CP 营销到底是做什么的？你还能给节目带来什么？炒 CP 对作品来说是福是祸？搜狐娱乐与几位公关聊起了剧中 CP 炒作背后的故事。剧宣真 CP 不敢炒，剧宣梅子对 CP 营销几乎是精通了，为剧中角色命名 CP， 打造 CP 超话，剪辑微博热点 CP 视频，发布豆瓣，引导网友对角色 CP 的渴望，为艺人撰写微博互动文案，策划后续的网络播出过程现场直播。2020年，他让3对 CP 登上热搜，迎来戏外活力。我们肯定会针对 CP 营销，梅子直言，但他们只针对角色，不会主动炒作真人。梅子解释说，营销 CP 几乎是每部剧的固定套路。CP 既能起到主角的流量作用，又能衔接剧情，助剧出圈，观众也喜欢看 CP。感情线多的剧会把营销费用的大头压在 CP 身上。毕竟我们的目的是让观众看剧，梅子解释道。什么样的 CP 才能走红？话剧宣传圈最流行的说法是 CP 能不能走红，就看演员们有没有 CP 感。没有 CP 感，我连剧中的 CP 都接不住，更别说是真人了。播音员解释道。经过几年的剧宣，杨洋依然认为 CP 感是玄学，不过他认为 CP 感还是有硬条件的，至少一方要有颜值。
外貌是第一生产力，没有人喜欢看丑人谈恋爱。但实际上，包括我演过的很多剧，主演都不擅长外貌。梅子说，梅子曾经参与过一个热门 IP 翻拍的营销。刚开播时，她在网上收到的大众反馈，很大一部分是对男主角颜值的吐槽。很多人都在说，这些丑娃娃和丑人聚在一起，根本就没人愿意喝 CP。主角不好看的时候， CP 营销就看时机了。如果不够好，只能等观众吐了眼睛再开。梅子解释说，后来节目越来越好，很多观众开始追 CP， 因为其中一个场景还原得很好。嗨，观众开始认可剧集的质量，看完剧集，对演员有了滤镜，才有机会炒 CP。CP 营销的另一个大问题是艺人粉丝的态度。对于从选秀节目或双男主剧中走出来的男艺人，连剧中的 CP 都不敢营销，被粉丝骂得很多。梅子曾经做过的一个项目，其中一位男主目前人气很高，剧中只要男女主有互动，粉丝就会开始骂，他家粉丝一点都不喜欢，要我割一个人。小美，我觉得女艺人只是合作关系，拒绝炒作 CP。对于有偶像感的男艺人，我们一般都会避免炒 CP。在现实 CP 营销方面，最多的剧宣其实只是火上浇油，比如时不时放出一些幕后花絮，就是一种方便有效的 CP 营销手段。苍兰诀系列相关账号不断发布花絮，其中一场河边吻戏发布了3段不同内容的片段，吻戏的幕后花絮也成功登上热搜。杨海曾经通过花絮来营销 CP。2021年，他被要求为一个项目营销 BG Light 标签。我们私底下查了很多资料，甚至看了很多主演的访谈，发现2位主演所谓的理想型很搭，边戏互动比剧中更有爱。晚故事片观点，但杨洋等到剧中几位主演的互动上了热搜，2位主演的真人 CP 超话也成立了，这才悄悄放出花絮。而 Peace 只以真人形象造粉，节目不会主动去做。艺术家的禁忌与妥协，尽量不要碰真 CP， 是剧宣梅子工作时听到最多的要求之一。在梅子参演的另一部古装木偶戏中，女主自始至终都没有参与宣传，哪怕她提出的方案是让艺人在社交账号上以角色名进行互动，艺人也有权拒绝。很多人不想让其他异性的名字出现在自己的微博上，好像自己过敏了一样。梅子回忆道，吴傀儡宣传期，男主唱的是独角戏，女主好像没拍过，这游戏也一样。广告，这部剧曾被客户明确告知不要搞 CP 营销，因为2个主角性格不一致，客户端要求2人互动少，直播10分屏，不考虑组合规划，还是比较小众的剧，除了感情线几乎没有其他宣传点。相比之下，一部大型的火爆的剧，演员的配合度会更高。长歌行热播期间，主演吴磊、迪丽热巴齐聚线下扫楼。在护住太太播出期间，主演杨幂的微博就有20多条电视剧相关内容。开播前，2人现身《快乐大本营》节目宣传，这对于 S 级以上的剧来说是常态。杨某参与过暑期热播剧的营销，几位主演的人物性格和语气互动非常配合，线上直播效果也非常好。其实我们直播不会有很详细的流程，但他们知道观众想看什么，眼神和谈吐都是艺人自己，这些行为会让观众看到演员的魅力，同时时间有了观众的具代入感，其实剧集能走得更远一点是有好处的。同时，杨洋还提到，一般情况下，主角会比配角更好的配合宣传，毕竟不是他主演的剧，他的宣传量确实少，赚的钱也少。杨也表示理解。在逸轩果果看来，宣传期的 CP 互动很有必要，但艺人团队拒绝 CP 营销的情况也不少。团队需要考虑艺人的意愿，看艺人愿不愿意，可能是艺人之间，如果合不来，也可能是2人定位不同，以及艺人长期的路线规划等原因。不过，艺人的配合程度也会随着剧集的播出而发生变化。节目不错，一些艺人会增加互动。之前梅子参与的某 S 级项目，一接触就被告知其中1位主演不想炒作真 CP。剧集播出后反响不错，甚至登顶云鹤、猫眼等各种排行榜。
与客户沟通后，梅子的同事趁热安排了直播，而艺人在直播的时候非常活跃，还亲吻了另一位男主角。我当时吓死了，我们不敢安排这样的流程，都是他自己的戏，怕被骂。但同时，他也理解艺人的想法，毕竟这是个好机会，人人都想红。CP 火了，是福是祸。CP 能火，前提必须是戏。播音员坚定地说道。在他看来，好的 CP 一定是建立在好的作品之上的，剧集的质量才是最重要的。杨洋认为，艺人的流量再高，所带来的个体实力永远无法战胜话剧制作的整合。就算男女主的颜值和人品都不算低，如果剧情本身就是忽悠观众，逻辑不清，观感尴尬，观众就没法欣赏这对 CP 和让戏剧生动起来。就像把2颗高档巧克力放在一堆屎里，大家还是会觉得难以下咽。所以我宁愿看 CP 营销出圈，也不愿看烂片。CP 在保证作品质量的基础上，离不开艺人的配合。在剧方看来，艺人参与 CP 营销是一种用心的体现。无论是景甜和张彬彬主演的《司藤扫房》，还是苍兰诀的2人直播，杨洋都非常欣赏。景甜和张彬彬之间的横扫式互动，成为了后续剧集中学习的典范。爱上特种兵、长歌行等剧中都再现了2人扫楼的格局。虞书欣正在横店拍摄《仙剑奇侠传6》，不过下班后她还要参加苍兰诀的2人直播。而本次直播中的吵架插曲，更是让苍兰诀这对 CP 再次出圈。你想，节目毕竟是爱情剧，他们也想继续满足大家的代入感和吃糖心理，总不能把舞台拆了什么都不做，这是对观众的不负责任。杨对艺人营销 CP 的看法没有变，作品不红，他永远是哑巴。但很多人真的不知道，宣梅子认为艺人应该都有一个认知，那就是既然有拍情戏的 CP， 就必须在戏里戏外各司其职。这种责任并没有在电影拍完时结束，而是在节目播出后结束。在他看来，宣传剧集是艺人工作的一部分，虽然这可能是他们需要加班的部分，但谁不加班？难道就我一个人应该加班吗？梅子形容和谐的荧幕 CP 状态是携手共赢美好未来。剧集结束后，如果你们2个关系好，可以自己玩；如果关系不好，你会停止播放联系。营销摆在桌面上，因为你还有下一部作品和 CP 要宣传。梅子还提到， CP 营销需要避开的雷区是制作方刻意操纵舆论引导食堂消费，因为现在的观众很随性，可以自己找亮点，自己解读 CP， 淡定看剧。他们以前的经验是，只在剧集播出的时候吃 CP， 等节目结束了，大家就可以聚在一起离开了。在观众越来越清醒的环境下，制片人不应该强行给观众喂糖，因为谁都能看出来不是工业糖精。就像我喝多了，还以为是自己挖来的宝物，而你是故意的，让我看不出这是别人设下的圈套。我本可以骗到你，而你可以永远活在梦里。梅子认为，电视剧是为观众塑造梦想，而不是打破梦想。另一方面，观众在谈 CP 的时候，会逐渐给制作人，尤其是艺人加上滤镜。这样一来，制作人其实什么都不需要解释，很多事情都可以自持。梅子之前的大片 IP 翻拍，开播第1周，男主传闻就迅速在豆瓣传开，甚至在微博上火了一把。是黑东西自发和 CP 建立起来的滤镜，对于演员、作品、制作团队来说，都是不可多得的宝物。